隋炀帝巡游北方的时候，为何会被突厥人围困于雁门关？后来他又是如何脱离险境的？在此期间，李世民采用了怎样的计谋，迫使突厥人主动解围而去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及李世民献计救杨广。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，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反叛，致使他只能被迫撤军，全力围剿杨玄感，只用了2个月便平息了杨玄感的叛乱。4年，他就再次下诏，准备第3次征伐高句丽，并且命令天下之兵前往涿郡集结。然而，由于天下已经大乱，被征召的士兵纷纷逃亡，即使他下令斩杀了众多逃兵，但依然无法阻止士兵逃亡。7月，隋炀帝率军到达怀远镇，可他发现征召的士兵大多没有按期到达。尽管如此，来护儿仍然在毕奢城，即今天大连市金州区击败了一支高句丽的大军，并准备向平壤进军。高句丽的国王高原得知后非常害怕，连忙派遣使者向隋炀帝请降。隋炀帝非常高兴，立即派人让来护儿率军返回，但来护儿认为此时正是攻打高句丽的绝佳时机，因此他不肯奉诏，继续率军向平壤挺进。然而，由于其他将领接到诏书后都准备退兵，来护儿无奈，只能率军返回。8月，隋炀帝从怀远镇撤军，第3次征伐高句丽就此结束。回到京城后，他征召高原入朝，可高原不肯前来。隋炀帝非常气愤，准备第4次征伐高句丽，但最终未能成行。615年，隋炀帝准备北巡长城，震慑突厥人。此时，突厥的首领是史毕可汗，他经过数年的经营，使突厥逐渐强盛，并对大隋王朝构成了威胁。因此，大臣裴举便给隋炀帝献计，建议将宗室之女嫁给可汗的弟弟赤吉奢，并拜其为南面可汗，以分化和瓦解史毕可汗的实力。但由于赤吉奢不敢接受册封而作罢。史毕可汗得知此事后，便对隋朝产生了怨恨的情绪。史毕可汗有一个谋臣，名叫石蜀胡熙，非常善于谋略，并负责掌管与隋朝的贸易事宜。裴举为了将其除掉，秘密约他前往马邑，即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，商谈互市之事。石蜀胡熙到达后，立即被裴举的伏兵斩杀。然后，隋炀帝派遣使者告诉史毕可汗说，石蜀胡熙背叛可汗，准备投奔于我，我已经帮你将他给处死了。史毕可汗得知后非常气愤，此后再也不肯入朝进贡了。因此，隋炀帝此次巡游北方，目的是想以强大的军威震慑突厥。然而，当他率军到达雁门关外的时候，史毕可汗不但没有被威慑住，而且准备亲率10万精骑主动突袭隋炀帝的车驾。史毕可汗的可贺敦、义成公主得知后，连忙派人给隋炀帝报信。可贺敦是突厥人对可汗妻子的称呼。599年，启明可汗的原配安义公主病逝，于是他上书隋朝，请求再娶一位隋朝的公主为可贺敦。隋朝的大臣们经过筛选，宗室之女杨氏脱颖而出，于是她被授予义成公主的封号，奉命远嫁突厥，成为了启明可汗的可贺敦。启明可汗病逝后，他的儿子史毕可汗继位。按照突厥的风俗，他除了继承父亲的可汗之位，还继承了父亲的可贺敦。于是，义成公主便嫁给了自己的继子史毕可汗。之后，她又陆续嫁给史毕可汗的弟弟楚罗可汗和协力可汗。义成公主得知史毕可汗准备突袭隋炀帝后，连忙派人前去报信。隋炀帝大为惊慌，连忙率军退回雁门关，并让自己的次子杨澜率领后军进驻郭县，即今天山西省原平市的郭阳镇，导致史毕可汗出兵后未能追上隋炀帝的车驾。于是他便率军攻城略地，仅用了数天，他就攻占了雁门郡41座城池中的39座，只有雁门和郭县还在隋军的手里。此时雁门的守军只有 1.7 万人，粮草仅够20天之用，隋朝的将士们非常恐惧，他们只能将民房拆除，用作守城的材料。接着，史毕可汗率领大军猛攻雁门，雁门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，敌军的箭矢都已经射到隋炀帝的脚下了。隋炀帝惊恐万分，抱着自己的小儿子杨镐，哭泣着说道：“天要亡我呀！”这时，宇文述给隋炀帝献计，
他让皇帝带着数千名轻骑突围而去。但苏威表示反对，他说：“如果守城，我们还有余力，而轻骑则是敌人的长项，怎能让皇帝轻举妄动呢？”樊子盖也附和着说道：“陛下如果冒险突围，万一陷入困境，将后悔莫及，不如依托城池挫败敌人的锐气，同时征召四方的军队前来支援。只要陛下亲自安抚士兵，告诉他们不再征伐高句丽，并且给予丰厚的奖赏，士兵定会奋勇争先，何愁不能退兵呢？”萧雨则补充说，按照突厥的风俗，可贺敦能预先知道突厥的军事部署，因此应该立即派遣使者请求义成公主的帮助。另外，将士们心存顾虑，担心陛下解除突厥之围后又要攻打高句丽，只要陛下能明确地告诉将士不再攻打高句丽，专心对付突厥，则众心皆安，大家便会竭力而战。隋炀帝无奈，只能亲自巡视大军，并向将士们保证不再征伐高句丽，还用高官厚禄激励将士，使隋军的士气大增，将士们便开始奋勇抵抗。虽然死伤惨重，但总算是保住了雁门，致使突厥久攻不下。接着，隋炀帝一边派人去请求义成公主的帮助，一边诏令各郡县发兵救驾。16岁的李世民得知后，连忙投奔屯卫将军云定兴，并对云定兴说：“我们应该携带大量的旗鼓，用以设置疑兵。”史毕可汗之所以敢包围皇帝，必定认为隋朝在仓促之间无法调集大军救援，只要我们虚张声势，让军旗连绵数十里，夜晚的时候让筝声和鼓声互相呼应，突厥人必定认为救兵已到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放弃攻城，要不然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即使我们全军出击，也未必能够取胜。云定兴听后深以为然，便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，将大军驻扎在郭县，然后开始布置疑兵，不但旌旗连绵数十里，而且故意造成尘土飞扬、征鼓齐鸣的假象。突厥的侦察兵看到后，连忙回报史毕可汗，说隋朝支援的大军已经到达。与此同时，义成公主也派人给史毕可汗说，北方的边境告急。史毕可汗见隋朝的援军已至，自己的后方又不太平，于是只能解围而去。突厥兵偃旗息鼓之后，隋炀帝才派人前去侦察，发现山谷中已空无一人。于是隋炀帝立即派遣2000名骑兵追击到马邑的时候，俘虏了突厥的老弱病残2000余人。接着他派兵收复了雁门各郡，总算是挽回了一点颜面。之后，隋炀帝率领大军向南撤退。9月，大军到达太原郡。这时，大臣们劝谏他返回长安，但隋炀帝面露难色。宇文述察言观色后，便说道：“大臣们的妻子多在洛阳，我们还是先回洛阳，然后再从潼关西归即可。”隋炀帝便听从了宇文述的建议，准备前往洛阳。10月，大军终于顺利地到达洛阳。然而，隋炀帝不但不提西归长安之事，还准备前往江都巡游。由于之前的龙舟都被杨玄感给烧毁了，于是他便命人重新建造龙舟。他在雁门被围之时，王世充从江都起兵救驾，一路之上他痛哭流涕，蓬头垢面，晚上躺在草地上睡觉，盔甲日夜穿戴。隋炀帝得知后，认为他非常忠诚，于是便将建造龙舟的差事交给了王世充。王世充不仅为他建造了极其华丽的龙舟，还在江都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乾阳殿。616年7月，龙舟终于建造完成，并且到达了洛阳。这时，宇文述带头谄媚，劝谏隋炀帝巡幸江都。隋炀帝非常高兴，立即从洛阳启程。右卫卫大将军赵才劝谏他留在洛阳镇压起义，却被关押了数天。间接为仁宗劝谏，结果被当众杖死。奉信郎却民相上表劝谏，结果却被处斩。就这样，隋炀帝一路走，一路斩杀劝谏之人，终于在当年的8月到达了江都。那么，隋炀帝离开洛阳后，瓦岗寨的叛军是如何攻打洛阳的？李密是如何成为瓦岗寨首领的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